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同大家睇個大陸案件啊。呢個案件呢，就講緊係有一個企街女呢，就因為販毒就被判死刑啦。咁點知3年之後啊，就發現啊，原來係警察同埋啲毒販啊，合謀陷害佢啊。咁最後呢一個女人可唔可以救得翻呢？我哋一齊睇睇呢個案件係點樣啦。喺2001年嘅7月21號，喺陝西西安某個車站嘅門口，一個叫彭青嘅女人呢，就孭住背囊喺麵包車度落嚟啦。佢估唔到啊，隻腳啱啱去到地面，周圍就湧出咗一群人，而呢一群人呢，就將架麵包車仲有彭青就俾佢包圍住啦。咁呢班人呢，睇落去都係警察嚟噶啦，而彭青就攬住自己個背囊，都唔知發生啲咩事。直到呢啲便衣警察將彭青扣押住，咁呢個時候佢先至驚啊！但係佢覺得自己係冇做過啲乜嘢犯法嘅事啊，唯一違法嘅就係去賺皮肉錢啦。但係賺皮肉錢都只不過係韞小黑屋15日啫，唔通西安呢度打擊呢啲企街嘅力度咁大，咁多人去拉佢一個？於是乎彭青就糊裡糊塗俾人韞咗去警察局啦。去到警察局之後啊，警方就即時攞走咗彭青一直攞住嘅背囊喺度搜查佢啦。彭青呢個時候感覺到唔對路啊，呢班警察好似唔係因為自己做企街先拉佢啊，而係因為自己個背囊啊。而等警察搜查完之後呢，就好嚴厲咁樣同阿彭青講啦，話你個袋度有毒品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啊！你呢包嘢到底打算送去邊？聽完呢句說話之後，彭青成個人呆咗。雖然話佢平時做企街啦，但係生活所迫啫，佢唔會去做呢啲販毒嘅事情噶。毒品啊，係人都知唔掂得啦，會死刑噶。就算俾10個膽佢啊，都唔敢攞住呢啲咁嘅嘢喺出邊走嚟走去啦。咁所以警察一話個袋入邊係毒品嘅時候呢，佢第一個反應就係解釋啦。而根據彭青所講啊，佢之前做坐台嘅時候呢，有一個成日去照顧佢生意嘅僱主啦。咁呢個男人呢，早幾日前就叫彭青幫手，就喺蘭州送嘢到西安啦。事成之後就會俾1萬蚊人民幣佢。喺嗰個年代啊，1萬蚊好大錢嚟噶啦。彭青去做坐台又好，做企街都好啦，本來就係因為缺錢，咁如果賺到1萬蚊嘅話，咁應該都可以唞翻一排啦。但係大家都估唔到啊，呢一門咁樣嘅送貨生意竟然牽涉到毒品啊！而彭青俾警察拉咗之後，警方好快就通知佢老公黃偉傑啦。黃偉傑嚟到警局之後，知道個老婆唔單止做坐台，仲做埋企街啊，而且呢仲同毒品相關啊！佢嚇到唔識講嘢啊！咁彭青同黃偉傑一樣都係住喺甘肅偏遠嘅農村，而彭青嘅父母喺村嗰度一直都係做豆腐啊。而細個嘅時候，彭青就冇乜點讀過書啦，由細到大呢，都跟喺父母身邊做呢個豆腐製品啊。成年之後呢，彭青同黃偉傑就結婚啦，兩個人就生咗個小朋友啊。結婚之後，彭青兩公婆就靠住賣豆製品生活啦。不過呢一種咁樣嘅生意呢，賺錢賺得又慢又少啊，兩個人又辛苦又性感，幾乎天未光，彭青就要孭住啲豆腐喺蘭州大街小巷嗰度嗌住等人嚟買啊。而彭青同黃偉嘅小朋友又要讀書又要返學，屋企呢其實都幾難承擔到小朋友嘅錢啊。所以慢慢彭青就開始諗其他嘅出路。喺彭青賣豆腐嘅時候，佢成日見到嗰啲按摩店裏邊啲女人着得又暴露又妖豔啊，每日乜都唔使做啊，就只係呢要照顧下嚟幫襯嘅男顧客，賣自己嘅皮肉就可以賺錢啊。而呢啲人賺嘅錢呢，係比彭青多好多噶。彭青雖然辛苦啦，但係個樣都仲生得唔錯嘅，所以之後呢，彭青就乾脆偷偷地成為按摩店嘅企街啊！佢靠住賣皮肉賺錢，
賺到嘅錢就攞晒嚟幫補家用啦，就幫自己小朋友買嘢啦。而黃偉傑知道自己嘅老婆賺埋啲咁樣嘅皮肉錢之後，第一個反應係接受唔到。但係佢哋結婚好多年啦，佢亦都知道個老婆呢係為呢個家庭付出好多。雖然個老婆做咗企街同埋坐台啊，但係一直冇放棄呢個家庭，係為咗屋企呢先會做呢啲咁嘅嘢啊。所以黃偉傑好快就原諒咗自己老婆啦。而出於對老婆嘅了解，佢一直就同警方保證話自己老婆係唔會沾染任何毒品，肯定係俾人陷害啊。可惜嘅就係無論佢兩公婆點樣解釋，最終法院亦都係因為彭清販毒判咗佢死刑啊，緩刑2年執行啊。彭清係一個冇乜文化嘅女人啦，佢覺得自己雖然冤枉，但係都冇辦法啦。法院宣判完之後呢，佢竟然好出奇、好平靜咁樣接受咗死緩嘅事實。雖然覺得自己無辜，但嚟到呢一步，佢覺得自己都係抵死㗎啦，唔應該呢去賺呢啲咁樣嘅皮肉錢。可能個上天就係要懲罰佢，令到佢有呢一劫啊！但係令佢估唔到嘅就係，原來害佢嘅人啊喺出邊繼續逍遙法外，喺度害緊其他人。正正就係因為害佢嘅人呢一種咁嘅態度，反而係俾一條生路彭清嘅。咁去到2001年7月22號嘅下晝，喺甘肅蘭州某個鐵路口，馬俊孝就攔咗一部出租車，而架車停低咗嘅時候，馬俊孝就同車上邊嘅司機經外國就傾偈啦。落車嘅時候就俾咗100蚊佢，叫佢唔使找啦。而馬俊孝亦都留低咗經外國嘅聯絡方式，就話自己係工地入邊嘅老闆啦。平時呢係要喺附近走動，就需要成日嗌車。馬俊孝就話自己對經外國好有眼緣啊，所以以後一有事就會聯絡佢，叫佢過嚟車自己啦。而經外國亦都冇諗咁多，因為馬俊孝俾錢俾得好啊，而且身上邊着嘅衫又靚，佢好開心咁應承馬俊孝啦，就叫佢一有空啦就去揾自己啦。咁去到8月11號嘅上晝，經外國就接到馬俊孝電話，對方就希望自己去接佢啦。而經外國本來都冇生意嘅啦，諗到呢個人出手闊綽，就即刻去到佢所講嘅地方去接佢啦。等到佢車去到某一個玉米田嘅時候，馬俊孝就突然叫經外國停車，就話自己有事要去打個電話，大約10幾分鐘。打完電話之後，馬俊孝話同經外國講話唔使佢車啦，佢嚟到呢個地方就足夠啦。咁雖然啊呢笪地兩頭唔到岸，但經外國都冇諗咁多，因為馬俊孝呢係俾咗車錢佢走噶。但係等佢開車走到冇幾遠呢，佢就突然俾一班警察攔住咗啊！而且班警察仲喺經外國嘅車上邊揾到一堆毒品啊！經外國成個人都傻晒，根本就唔知呢啲毒品係點樣嚟嘅。佢急住做解釋啦，但係啲警察啊根本就唔聽經外國講嘢。咁每次佢想解釋嘅時候呢，就俾啲警察毆打，實在冇辦法啦，屈打成招啊！喺法庭上邊，阿經外國知道自己如果再唔講嘢嘅話呢，自己一係死刑，一係坐一世噶啦。警察喺經外國嘅車上邊就揾到數量好大嘅毒品啦，一共3000幾克啊！呢個數量呢應該死刑噶啦。經外國喺法庭上邊一直嗌冤枉啊，但係警察有證據攞出嚟，而經外國呢啲咁嘅說話呢，就成為咗佢想要脫罪嘅辯解。法官就冇聽到經外國嘅解釋，反而啊係將佢判死刑啊。經外國提出上訴啦，喺二審嘅時候，經外國嘅律師救咗佢。律師喺警察所提交嘅卷宗度發現，經外國運輸嘅唔係毒品，而係懷疑毒品啊！律師將呢個發現話俾法院知，而相關人士就重新開始對經外國涉及嘅毒品罪進行檢測啦。咁結果啊，發現啊，呢啲所謂毒品呢，係表面上邊薄薄一層咁樣黐喺上邊嘅，其他呢都係一啲唔知名嘅嘢，係濫竽充數，甚至乎整個違禁物品嘅含量呢
都冇0.1%啊發現毒品造假之後，經外國呢單案就進行重新審理啦。原本經外國死硬噶，但係呢單案重新審完之後，還咗一個清白俾佢啊。而當時單案件嘅毒品造假消息驚動所有人啊，咁即時就下令相關部門要開始檢查，發現有冇類似嘅冤案啊。咁好快佢又發現到，除咗經外國之外，仲有一個出租車司機叫楊樹喜，同經外國個遭遇一樣噶，同樣都係車咗馬俊孝呢個人。馬俊孝就同楊樹喜講，楊樹喜就將車尾箱嘅箱送到去某間飯店啦。結果呢個過程入邊就遇到警察去檢查佢嘅車，然後亦都喺佢嘅車度發現毒品啦。楊樹喜亦都因為販毒判死刑。除咗呢兩個出租車司機之外呢，企街女彭青單案亦都係充滿疑點。咁當初叫彭青去送嘢嘅人，正正就係屈咗呢兩個出租車司機嘅馬俊孝啊。經外國嘅案件之後，彭青同楊樹喜單案都重新審理啦，而馬俊孝就俾人撻咗返去派出所。咁結果俾人拉到返警局之後，馬俊孝好驚死，即刻就將自己所涉及到嘅事情前因後果全部講晒出嚟啊！咁呢一個馬俊孝係咩人呢？佢係甘肅省某個偏遠嘅村莊嘅人啊，由細到大冇讀過書，字都唔識多隻。喺佢幾歲到10零歲嘅時候呢，一直都喺村度幫人放羊啦，慢慢就成為農民，一直喺度耕田啊。去到馬俊孝年紀大少少，佢曾經去過城鎮度揾工作，不過冇文化，淨係可以做啲辛苦嘢、體力勞動嘅嘢。而馬俊孝呢個人就唔係一個能夠吃苦嘅人啊，好食懶飛，喺工地度做咗冇幾耐就覺得呢件事呢係事多錢少，放棄打工啦。咁之後一直無所事事啊，喺社會上邊呢，一直諗住靠一啲邪門歪道嘅嘢去賺錢啊。而馬俊孝嘅父母其實就唔想見到個仔咁樣，但係呢個時候馬俊孝一早成年啦，老豆老母都管佢唔到啊。咁之後馬俊孝喺社會上邊就識到唔少毒販，就靠住同呢啲人打交道，慢慢變到有錢啦。咁原來成條村嘅人都知佢做緊乜嘢，但係大家呢都唔好意思去舉報佢。咁其實馬俊孝喺條村度同毒品有關嘅呢，唔止馬俊孝一個人，佢哋村入邊有對夫婦，因為屋企啊藏有毒品，曾經啊坐過監噶。呢對夫婦有毒品，但係就冇人脈啊，俾人關咗去警局之後，呢對夫婦嘅親人就揾到馬俊孝啦，希望馬俊孝可以幫手將呢兩個人喺差館度救出嚟啦。馬俊孝亦都係應承咗對方，就開始靠住自己嘅關係接觸當地派出所嘅人。而馬俊孝呢個人好大膽噶，直接就攞住啲毒販嘅線索去揾警察，就係咁樣一拍即合啊！馬俊孝亦都係成為咗一個隱藏嘅線人啊！而喺呢個時候，馬俊孝亦都係識咗當時蘭州市公安局某個分局嘅禁毒隊副大隊長趙明瑞。趙明瑞呢個人呢，雖然係警局嘅副大隊長啊，但係呢都其身不正嘅，曾經喺髮廊嗰度就識到頭先所講嘅企街女彭青，就同佢發生咗關係啊。咁結果啦，佢嫖呢件事唔知點解俾人督咗出嚟，差啲俾人開除埋啊。咁好彩自己之前有累積咗啲人脈，就係咁樣先留到喺差館。咁不過後來都係受到處分啦。而面對處分，佢竟然怪嘅唔係自己啊，覺得係個企街害咗自己，就想要俾個教訓佢啊。於是乎呢，就聯絡馬俊孝，希望佢就將彭青變成一個毒販啊。而馬俊孝跟住就扮大老闆去接觸彭青啦，又唔想損失自己手入邊嘅毒品，於是乎就揾到嗰對夫婦啦，叫對方用藥片壓成白色粉末就扮做毒。
品。萬事俱備之後，就叫彭青攞住呢啲假嘅毒品去到西安送貨。另一方面，馬俊孝串通咗趙明瑞，等佢去拉彭青啦。而彭青俾人拉咗之後，趙明瑞唔單止報復咗彭青，亦都係因為捉咗彭青有功而得到獎勵啊！將個獎金咧分咗俾馬俊孝，而馬俊孝又將呢份獎金分咗少少俾嗰對夫婦。原來咁樣屈人咧係可以賺到錢，一條新嘅財路啊！咁於是乎，彭青俾人拉咗之後，馬俊孝啊重施故技，同趙明瑞打組合啦，我屈咗另外2個出租車司機。不過正正就係因為佢哋貪心啊，令到佢哋嘅奸計終於暴露咗出嚟。最終彭青同2個司機都無罪釋放，但係馬俊孝同埋個警察呢就受到法律制裁啦。咁好在當時個律師啊發現咗疑點，如果唔係呢，彭青應該都係咁大噶啦。咁最後馬俊孝呢就判刑有期徒刑15年啦，而趙明瑞就判有期徒刑12年。咁終於呢，姓彭呢個女人經歷3年嘅牢獄之災，就喺2004年8月無罪釋放啦。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乜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拜拜。